在美国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必须演下去。美国如果真的要把航空母舰开到南海来，那是一个坟场。对中国来讲，随便任何一个超高音速导弹都很容易击沉。这个岛礁归中国或者归菲律宾，跟美国有什么关系啊？毫无关系啊！那是一个很好操弄的一个题材。好，观众朋友，这一节节目一开始，我们赶紧来关心在中菲在南海的争议，现在呢仍然是在持续的扩大当中。我们先来稍微回顾，在上周五的时候，菲律宾的这个海岸警卫队他说呢，当菲律宾要转移一位派驻在仁爱礁生病的武装部队人员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海警橡皮艇是故意的撞击我们的小船。另外呢，还有一个说法是菲国指控中国大陆的军队涉嫌抢夺菲国军队送往仁爱礁马德雷山号的食品、医疗用品等等。好，针对这些指控，我们来看到中国的外交部是终于忍无可忍了，表示菲律宾的海警船，若你需要通行仁爱礁的话，需要事前来向北京这边做一个通知。这个言论一出又遭到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的怒斥。我们来看到他说什么？他说北京，你的要求根本就是荒诞而且无稽的，并且强调说，执行补给任务是没有义务寻求任何国家来做同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菲的冲突不断的扩大，周边的国家现在也都开始感到非常紧张。先来看到几位，这一位是大马的总理安华，他特别呼吁两国透过外交的方式赶快解决。另外呢，他也特别提到了反对这一些域外势力的干涉。再来看到的是瑞典的部分，瑞典的国防部长强生则是强调，中国大陆在南海危险操作示警将会威胁到接下来全球的安全。这一节我们关心南海冲突是否可能进一步扩大，甚至演变成全球的第3次世界大战。先来看北京当局不断的进逼，小马可是在这一次的香格里拉会议也画下了一个红线。未来中菲双方在南海这边，大家形容说，有点像诺夫赛局，是否有解放？委员怎么看？诺夫赛局是会有一个最后的决战来决定输赢，但是在南海这一场赛局可能是一个没有终点站的赛局。什么叫做没有终点站的赛局呢？就是说不会有结果。什么叫不会有结果？就是事情会一直拖下去，拖到了谁疲惫了不想再玩了，可是看不到这种疲惫的状况，我们可能要准备个10年、20年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就以瑞典来说的话，我不晓得跟瑞典什么关系这个天高皇帝远，不干你的事，却是长了一只嘴巴，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倒是这个有关于这个毛宁跟安约2个人谈话，这才是重点。毛宁讲的话就是仁爱礁就是我中国的岛礁，我中国的岛礁里面被你非法占领，你要撤离人员，你要送补给品，就是要先知会我中国，经过我中国的核备或者核准。那对于菲律宾来讲，他当然这是我的岛礁，是你控制我的进出口，所以因此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干嘛还要这个来接受你的这个事先的核准权呢？我如果承认这个核准权，不是等于承认这个岛礁就是中国的岛礁吗？然后他认为这是菲律宾的岛礁，所以2方面的根本问题是在于这个岛礁的领土主权到底是谁的？然后这个已经是无解了。有关于领土主权只有2种解决方法，要么就淡然处之，不当一回事要么就是直接开战来抢夺岛礁。麻烦就是仁爱礁本身就是一个难守易攻，换句话说，不管是谁控制这个岛礁，就很容易被攻入，因为你不可能，除非你要填岛造陆啦，要不然的话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岛礁，所以涉及到领土主权，双方面也没有人能够退让，只好继续磨下去，继续演下去。那为什么以前不演，现在要演？理由很简单，就是美国人要破坏南海行为准则，就菲律宾找一个不太可能发生大事情的仁爱礁或者是这个黄岩岛来做文章，有什么好处？新闻可以闹得很大，实质的这个成败输赢的这个代价很小。你说这个岛礁归中国或者归这个菲律宾，跟美国有什么关系毫无关系那是一个很好操弄的一个题材。所以我们眼看的这个戏剧
在美国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必须演下去。哪一天美国不想演了，那菲律宾就演不下去了哦。所以你不要去管什么菲律宾总统讲什么，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讲什么，要关心的是美国真正的一个战略意向。因为美国只要达成破坏南海行为准则的目标，那他已经这场局就美国就赢了嘛。因为南海行为准则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排除域外国家。那美国跟菲律宾签的这个所谓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被你这个南海行为准则一约束的话，我等于是什么瘸了一条腿，什么东西都很难动了。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啊，破坏南海岛礁是真正的战略目标。那个岛礁归谁，对美国来讲不重要。那你说会不会打第3次世界大战？那我只能说这种判断是很无聊的判断。为什么？没有人会一个没有战略价值的岛礁去进行这个所谓的大战。要打也打不起来啊！再说你美国如果真的要把航空母舰开到南海来，那是一个坟场，对航空母舰是个坟场。为什么坟场？施展不开来，海域某种程度不能跟西太平洋比。美国的航空母舰如果开到这一个无法施展的海域里面，那对中国来讲，随便任何一个超高音速导弹都很容易击沉，因为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回旋空间。你把一个舰队一个航空母舰加上10几条这个所谓的驱逐舰啊，什么潜水艇啊，通通挤在这个区域里面，南海能够摆个2艘就已经客满了。2艘航空母舰对中国大陆来讲，简直是瓮中捉鳖，还真正标准的瓮中捉鳖。所以美国不会想在这边去打这个世界大战，要打就在西太平洋打。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中国大陆要拿这个岛礁击败菲律宾，根本就这个简单讲，擤个鼻涕，或者是那个什么，跟那个陈唐山讲的比死大的功夫就可以顺手拈来啦。那对于中国大陆去打这场战争也不划算啊，因为规模很小啊，就顶多在仁爱礁海域啊，或者是在黄岩岛海域啊。中国大陆要悍一点的，就是好在黄岩岛上填岛造陆，然后就把导弹部队搬上去。黄岩岛有什么特别的战略作用？黄岩岛只要一武装化的话，马尼拉就暴露在中国的攻击底下，因为只有120公里嘛，中国的甚至不用那导弹啊，长城火炮打得到。还有马尼拉外面的苏比克湾，美军想把它当做它的航空母舰海军基地，到那边是什么？老鼠洞嘛，整天挨打嘛，随时睡都睡不好觉。所以整个战略局势在南海里面是对中国是有利的，但中国是为了要通过南海行为准则，现在是闷着，只能忍着，不敢用太大力啊，好像在训话小孩子啊，期待哪一天菲律宾政局改变的时候能够有所调整，但是这个期待还要再等待很长的时间。好，美国就是要破坏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印太战略之下，持续的拉拢这些盟友，当然也加剧了这边整个地区的军备竞赛。我们也要来特别关注，刚刚讲了很多东协国家嘛，接下来有没有一些国家特别值得关注他们的态度？汤老师，这里面最重要的呢，就是刚刚讲到的委员讲到的菲律宾，然后呢就是越南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柬埔寨为什么提柬埔寨呢？其实柬埔寨跟这个南海没关联。可是呢，它又是这个东协的一部分，它是一个东协的国家嘛，对不对？那你现在如果说你跟中国的关系很好的话，你东协要做什么协议都做不出来，所以说它也很重要，那而且呢，它过往大概在10多年前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在柬埔寨呢开这个东协的会议，就是要讨论这个行为的规范还不是准则了结果呢？那个时候大家好像都在美国的怂恿底下都准备要同意了。在柬埔寨呢，他怎么开你知道吗？他开会要表决了，停电，不表决了今天没有电了因为他要按那个表决器嘛，不表决了，这个是为什么？当然，这个就是跟北京合作的结果嘛。因为你现在想，北京他的做法是什么？你们不要跟我打群架，我们要跟你一个一个来。比如说，我跟你越南，我有什么问题，我们越南来解决。你不要把老美又拉进来。我们菲律宾，我跟你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双方解决。那你现在呢？你要把这些外国的力量又把它拉进来，同时呢，你在美国的怂恿底下呢，你要把这些东协的国家，你要把它团结起来。好了，那这个东西当然这个情况就比较不利了。那所以说呢，
那有一些我刚刚讲了，柬埔寨，它跟这些没有关联，啊，跟你这个南海啦什么这些东西都一点关联都没有。那可是呢，中国跟柬埔寨的关系又特别好，那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元素。好，另外呢就是越南，越南跟菲律宾啊，我们两个做比较的话呢，就看得出来非常大的差别。因为越南跟中国有边界，而且呢它又是儒家文化影响区，同时呢跟中国的这个关联啊，这个非常非常的紧密因为你1930年以前的越南人全部都是用中文的后来他们才转成这个他们自己的越南文。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这个河流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湄公河是整个中南半岛最重要的一条河，可是它的发源地在哪里是澜沧江是在中国的。那所以说呢，中国这边呢，它就可以调节水量，因为这个水量有时候多，有时候少，所以他们就盖了很多的这个水坝。那所以呢，你这个下游的这边的这些国家呢，你要怎么办？你的这个水就全部都是控制在中国的手里。那你当然大家要好好谈对不对？那所以说越南呢，它的这种我讲难听一点叫作怪要作怪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少。同时呢，越南跟中方呢，跟中国它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不多了，就那几个那所以说他们抱团取暖，而且再加上越战，1965年打到1975年，打了将近10年，死伤上百万。那你说越南跟美国这种深仇大恨，那何时了？所以说跟美国的关系呢，就确实非常的微妙，因为美国一直在拉拢他，美国拉拢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针对中国那所以说呢，越南呢到目前为止呢，跟中国的之间的这个关系都还是算是可以说还能够保持一定的这个稳定度。虽然越南现在又开始搞它的这个岛礁了，又开始要扩建要干什么的，那可是中方呢都还尽量的忍耐那所以这块还算好可是跟菲律宾就不一样了。菲律宾以前是美国的殖民地跟51年就签了一个这个美菲这个协防条约。那所以说呢，现在菲律宾他们看到跟中国的这个在岛礁上的这种冲突必须要把美国的力量引进来。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当然美国他讲得很清楚我们有协防条约你万一你这边有些什么状况的话，我就启动这个协防条约。而且呢，中方最近他们也通过了一个规定，叫做海警行政规定。还没生效，6月15号生效。那这个生效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说万一有些什么样的这种冲突的话，中方可以依照行政法来拘捕这些相关的，不管是海事人员也好，是渔民也好，或是什么也好。对。30天到60天。是。那这个东西当然菲律宾他又要抗议了。那所以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呢，那双方就是你来我往。可是我觉得应该这个事情不至于闹得很大。我们持续来探讨这个越南在这当中的角色。刚刚汤老师讲很清楚，有一些经济命脉现在还是仍然握在中国大陆的手中。不过我们看到越南还有哪一些动作？这是在美国智库的特别报道指出呢，现在越南在南海加强它的疏浚还有填土的作业还在进行。南海的这个博礁，我们来看到画面上就是越南最大的前哨。过去6个月，我们可以看到它填海造地的这个面积画面上很清楚，从238英亩持续增加，大概翻了1倍。然后这个岛礁现在长度是4300多米那我们也看到它是越南目前为止唯一掌握可能修建接下来会有3000米跑道的一个前哨基地。那至于中国大陆部分所掌握的人造岛礁，现在包括了3个，第一个永暑礁、美济礁还有主碧礁都已经大部分完成军事上面的部署了。我们看到越南接下来可不可能会成为新的引爆点？郑总编，我认为成为新的引爆点我认为这个几率不高。特别是越南，其实造这个岛，其实它能这个造成什么样的岛，我认为这个还有待观察。而且我根据越南的国力整体基建能力来看，它是不可能复制中国大陆在南海的3大人工岛礁。我们知道这些岛礁非常的昂贵它不是只是填海而已。你填海以后，你上面有相关的机场，
相关的这个敞篷设施，那另外还有港口，还有相关的发电设备，还有这个人员居住的相关的设施，是不是要海水淡水这个淡化厂？如果没有，你相关的补给物资怎么运送？它是一个很严谨的体系化的工程，而不是只是一个很单纯的这个吹沙填海或者造陆那么简单。那我们知道，越南其实是过去以来抢占岛礁最积极的国家。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大陆在2014年开始吹沙填海，后来造了所谓的南海七子，除了美济，除了永暑还有主碧以外，其实还有东门礁、华阳礁、赤瓜礁，那还有一个是叫做南薰礁，总共7个，这一些岛礁除了自己本身成为一个体系，那其中3个有机场、有这个港口以外，我们都知道，它还依托西沙群岛以永兴岛为前进基地的重要补给基地或者投射的力量，因此它是一个很成体系的。而相对越南有没有这个条件？我必须说没有。虽然2014年它搞了30几个岛礁，那抢占，但这些岛礁其实规模有限，而且其实自身很难成为一个体系。而且我必须为大家报告一下，像刚才讲的3个中国的人造岛礁，大家保守估计一个岛礁综合建造成本还有整个设施完成，一个岛礁大概30亿到50亿美元。以越南的能力来讲，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其实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号。因此，越南要想从这个仿中国大陆吹沙填海，要复制一个这样的南沙的建设，我认为有根本的困难。你如果没有一个体系的建设和规划，在这个易攻难守的环境，其实对他来讲可能得不偿失，这个白白浪费一大堆资源，它本身的确保能力和发挥的影响力很有限，这样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无效的一个做法。好，这期我们来关心的是中国大陆和菲律宾在南海的争议持续的升温，双方冲突一触即发。我们来看到最新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外交部在27号发言表示，抗议中国大陆单方面在南海实施了长达4个月，为期4个月这么久的禁渔令。好，执行的期间是从5月1号一直到9月16号。特别宣布了要在休渔季的专项执法行动，加强3无船舶的清理。好，这项休渔令其实我们看到画面上一共非常多项，达到8个项目，涵盖的其实就是包括了菲律宾的海域，这是让菲律宾非常的气愤，痛批中国大陆的作为是侵犯菲律宾主权的非法行动。我们看到北京老大哥在南海采取了非常多的行动，划界、填海等等，菲律宾能够做什么样的反制？庄老师，是的，我想首先要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伏季休渔这个名词哈，很多人都看不懂，因为我们一般都一样用中文，大家只看得懂休渔的哈，就是暂时停止捕鱼。但是什么叫伏季呢？伏一般想到就是潜伏嘛，或趴下去那个伏嘛。事实上，伏是对应到3伏天夏季的意思，也就是炎热的夏天叫伏季哈。那如主持人刚刚所讲，是从5月到9月4个多月时间嘛，哈。对。那事实上呢，这个影响很大。如果你彻底贯彻的话，根据中共官方发布的数据会影响10万这个10万的渔船，100万的渔民，周遭沿海11个省份，包含这个此外呢，还有这个香港跟澳门特别行政区，哈。那这一个是一个妙招，为什么呢？因为固然它有这个影响到南海态势的企图，不过它冠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叫生态保育。所谓休渔，为什么要休渔？因为我们过去捕鱼就是有鱼就抓，没鱼就回去嘛。好，那为什么要休渔？因为随着现代捕捞技术的进步，像流刺网渔船，还有捕捞频率增加，导致于海洋的这个渔业资源会慢慢枯竭。那渔业资源枯竭，一方面会对生态保育造成冲击，另外一方面呢，渔民呢越辛苦越赚不到钱，因为抓不到鱼嘛。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生态保育。所以呢，在整个国际舆论上就取得话语权，因为师出有名，理直气壮嘛。对。那菲律宾方面再怎么不爽，因为人家寄出的帽子是生态保育，而且呢，它里面没有特别表明是哪个国家，它强调是针对违法的外籍渔船，还有外国人民来进行取缔，它没有特别指明国家。所以我想，即便菲律宾气得牙痒痒的，也不好发作，也只能透过外交部发表不痛不痒的一个抗议。好，那当然了。
这个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外国媒体批评北京当局，这个有所谓的在南海啊，这个涉及侵犯这个他国主权的一个行动，包含填海造陆啊、种岛等等。但是呢，北京当局对于这个始终是不承认、不否认，而且强调是和平用途。所以后续怎么发展，我们必须再观察下去。好，这个福记休渔，中国大陆用的是生态保育，所以其他国家也没有办法。那中国大陆的海警船也宣布，从6月15号开始就会涉嫌针对这一些违法进入中国大陆领海的外国人，海警是可以依法拘留最多60天的。除了这一项宣布之外，我们看到大陆方面还有其他动作，是派出了全球吨位最大的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在5月24号这一天，我们画面上看到这个海警船哦，在南海现踪了。好，这个举动再次的惹恼了菲律宾哦，扬言说，如果说中国大陆的海警船你逮捕菲律宾的渔民，那么菲方我们将会采取抵制。我们要带你稍微了解一下这一艘海警船的编号5901号，好，排水量的部分达到了1.2万吨，号称全球吨位最大的海警，长度165公尺。因为长度比较长，所以这被称作是怪兽。好，伴随的是一艘102公尺的巡逻船。如何看这个1.2万吨的海警船5901号威力到底有多大？张健老师。这个5901号第一个5啊，是指中央控管的第5个队，它有1、2、3、4、5、6，有6个队。这个5901不是原来的编号，原来的编号是个3901，然后它是由北至南，所以它是从北方调下来的。那这个它也不是唯一的，还有一个跟它一样的2901。那这个它究竟这个会跟菲律宾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应该不是在于威力啊，它上面的武力。这个虽然有这个76公里炮，但是从来也没有真正在对抗之中真正开过炮，也有2门这个30公里的炮也没有用过，也有机枪，但基本上没有用过武力。但是呢，所有之中不在于它所具有的武力，而是在于你真正去执法或者对抗的决心。在2023年6月8号的时候，他曾经在万安滩这以一艘对过8艘这个越南的船。他也没有让越南船这个讨得任何便宜，这上面用这个水炮就已经有相当的威力。但是最重要的是，对于南海这些整个的问题之中中国大陆真正的决心是要让它能够产生一个能够去创收的东西。要不然你这个经略南海一直贴钱，一直贴钱，谁都受不了。所以呢，他也必须认真的去资源开发，然后经营这些相关的活动。但这里头之中，我就要呼应一下这个庄老师这边特别讲，这个休渔它是根据不同的鱼种在这边，由于南海只有在沿岸边的大江大河流出来的地方，因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的腐殖质。你要是完全是那些岛礁争议的岛礁周边它有热带岛礁的，就是说你可以娱乐性的钓鱼，但是你没有办法做商业性的捞捕。所以现在大家都是拿这些东西来做文章，但对抗跟真正的渔民的活动完全没有什么关系。是，好，那我们持续关心美国近年，我们可以看到它加大干预南海，而且动作也非常的明显，就是不断的怂恿菲律宾说你去跟中国大陆来做对抗。但是呢，我们又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说是这个菲律宾先前不是组织了100艘渔船闯这个黄岩岛嘛，但是美国却连夜的撤出他自己的航母，大家就会想说，这主要的原因又是什么？左老师怎么看？好，关于这个雷根号撤离黄岩岛这件事情，大概有2个说法啦。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当时其实大陆的一艘这个导弹驱逐舰大连号就在附近那大连号的它上面有这个鹰击21的高超音速的这个飞弹，那所以对于雷根号，因为它这个这个飞弹超高音速飞弹，它的这个射击范围是1200公里，所以雷根号是驶离了它的这个射击范围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雷根号其实不知道这个大连号要来到这个现场，那他其实是希望避开这个冲突场面，变成让这个冲突场面呢，变成让这个可能的冲突场面纯粹是民间的船只对民间的船只因为如果一旦它是有这个武装冲突的话，那美国基于这个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第5条，它就有
这个保护菲律宾的这个义务，所以他当然不希望就是说双方发生了这个武装冲突，或者菲律宾的船舰被受到武装的攻击。但如果美国的军舰在这个附近，中国大陆的这个军舰就有这个理由去做武装的攻击。有可能会真的这样做吗？当然不会，当然不一定会，我不能说不会，但是不一定会。可是如果你有军舰存在在这个地方的话，它就提供了这样子的一种理由。但如果菲律宾船舰都是平民的船只的话，那当然他要使用这个火炮攻击的这个理由就非常的薄弱哦。所以这个当然有这两种说法啦。但不管如何，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美国跟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在前几年提出一个说法了，就是叫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因为这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他的战略观嘛，就是说我们在敌人有弱势的地方，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们在我们自己有弱势的地方，我们避开敌人的优势。现在我觉得美国也体会到了这个战略的好处啊，所以就是双方尽可能的去避开直接冲突的任何可能性。老师，你觉得他之后会如何美中维持这种斗而不破的关系？可能会看到哪些变化吗？我觉得像最近那个在对台湾的这个演习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一种展现哈。就是说，第一个双方一定有一个绵密的沟通；第二，在经过沟通之后呢，双方会尽可能的避开对方的火炮。比如像这个雷根号到这个南海，它其实5月16号就从横须贺出发，然后5月22号到了那个南海，大陆这边5月23号开始对台湾军事演习，所以双方不会有正面的这个交火的这个可能性。好，那同样一个问题，继续请教庄老师如何看？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美国的航母后来连夜撤离嘛，现场，那您如何看这件事情？南海议题，美国会如何来做操纵，来对抗中国大陆？其实这说起来也非常荒谬了哈。照理讲，南海议题跟环南海诸国的事情嘛哈。那环南海诸国就我们中华民国、中国大陆、菲律宾、印尼，还有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应该是他们的事情了哈。那美国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半国地球之外，怎么会跟他有事情呢？因为基本上它也是一个操作这个中国问题的一个杠杆。好，那至于美国跟菲律宾的关系呢，不要忘了，这个菲律宾独立之前，美国是宗主国。而且30几年前，我念高中的时候，当时的地理，这样讲泄露我的年龄了。当时的地理课本在人文地理有特别介绍，菲律宾有苏比克湾是美国的海军基地，还有克拉克空军基地，是美军租用的哈。当然现在都没有了哈。那根据最近状况哈，那菲律宾虽然在美国驻军撤离收回基地之后，目前也新增了4个基地，可以容许美军进驻。除此之外呢，菲律宾跟美国之间也有可能联合军事演习的状况，甚至呢让美国驻扎中程、长程飞弹，以及提供后勤支援等等。所以菲律宾对美国还是非常重要。尽管美国本土离菲律宾非常遥远，那么呢，未来在操作中国议题方面呢，在第一岛链的延续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实力的点。也就是说，美国基本上还是不至于放弃菲律宾的。是张庆老师。我要提醒一下，这个休渔期间是海上民兵主训的高峰期。平常有鱼抓，你不可能把它抓来主训海上民兵，唯有利用这个休渔的期间来主训海上民兵。所以为什么菲律宾雷声大雨先小，搞了这么多船，一副要进去黄岩岛？我认为他们必然感受到海上民兵的反制压力。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不是休渔期，其实海上民兵是没有在主训的，他就是在打鱼。所以呢，他每次这个休渔的时候要贴油钱，要这个出钱，然后才能把他们抓来做主训。好，谢谢张庆老师补充，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可以看到态度越来越强硬，中菲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刚刚老师特别帮我们提到，这当中特别菲律宾很擅长打的就是舆论战，所以我们现在来聊聊这个舆论战。美菲为主的兼并今天结束之后，我们来看到菲律宾自己的渔船现在可以在南海自保吗？这个接下来我们都会来持续的关注。不过呢，针对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到《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他认为菲国意在制造就是这个刚刚老师帮我们提到嘛，大欺小这种
这种关系哦，被中方欺负的这种表演，甚至不排除他们会主动的制造危险环节，接下来将会面临很激烈的舆论战。那他也进一步提醒说，中方现场人员呢，你一定要多拍摄菲方他不讲规则，还有恶意挑衅的这些画面，记得要把它拍下来。他认为说，现在话语权不应该被菲方还有亲西方的媒体给夺走。刚刚老师特别提到，现在中国大陆方面在舆论战上面好像是比较吃亏的。Russ 又怎么看这件事情？那菲国有利用这个落点来大动作，在黄岩岛这边布局吗？怎么看？其实刚刚李老师说，我一句话，我觉得是特别要关注。他说，今天菲方这个船队有达到他的目标，这个我同意。但是问题是，明天或下个月或下次这个民间的不是官方的船队再次想去黄岩岛的时候，要看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舆论上或许是菲律宾、美国、西方今天是打赢了，但是下一次我认为中国不会让菲方或美方打赢了，所以今天达到目标，但是以后中国应该不会给菲方或菲律宾这个民间的船队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去黄岩岛喊口号，真的不会有第二次，没有第二次机会，我认为不会，是可能会怎么做？可能会派更多的，不管是海巡或海军的船，就会去抵制他们。我真的认为，中国不会，尤其是他们看这几天舆论战，好，舆论战也是菲律宾会打赢了，但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第二次吧。OK， 那你有怎么看？他选这个黄岩岛有没有什么技巧上面有特别安排什么？你说菲方吗？还是中方？菲方选这个黄岩岛。这目前还是这个是民间推动的一个活动，但是就李老师刚刚有提到，背后还是有海军跟海巡署，菲律宾的海巡署跟海军也是有配置他们。如果不配置他们的话，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官方后来就一起过去了。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个本来是民间的活动，不是官方的活动。OK， 拜登任内在南海的这个紧张情势会越来越危机吗？你怎么看？一定会越来越危机了，因为我们看中国跟菲律宾，不管是在仁爱礁或黄岩岛，这些冲突越来越多了啊。还好今天中方没有用那个水炮来。今天这一次没有用水炮，因为都是民间，而且是比较老旧的，刚说是木头渔船。木头船。那如果是用水炮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事情会闹得比较大了。是。但是像我刚刚说的，我真的认为中方不会，这次是比较克制了，不会让菲方这些民间的渔船有第二次去黄岩岛，真的不会有第二次。是，那 Russ 又怎么看？现在没有美军在后面做后盾，因为现在美国自己在忙自己的，拜登他也很忙嘛，要选举啊，然后呢，布林肯他要去协调乌俄战争等等，你怎么看？现在没有美国海军在背后，菲律宾这边还剩下什么？他可以来自给自保，总不能靠这些木头船吧？你怎么看？这个是只有马可斯总统小马可斯要自己决定，所以这次才决定派海巡署配置渔船过去。但是下次如果真的有下次的话，我认为一艘或2艘是不够的，所以海军跟海巡署要派更多船配置民间，所以事情一定如果真的有第二次的话，事情会闹得比较大，那有一点危险，也不排除会把美国拉进来，美国再拉进来。对，好，我们持续来看到说，这个紧盯后市的发展。目前呢，北京在南海域内国，它也开始在做这个穿梭的外交，持续在进行当中。我们来看到几位哦，第一位发言人汪文斌，他特别警告说，如果菲方滥用中方善意，中方将会依法来维护反制。后果完全要由你菲方自己来承担。另外一位，我们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呢，他在北京和汶莱的外交主管部长，这一位呢是艾瑞万。举行会谈，他更强调要争取达成南海的行为准则。我们看到现在中方在南海动作频频，刚刚我们聊了非常多，仁爱礁、还有仙滨礁、黄岩岛，然后又有这些飞弹驱逐舰等等，都在这边密集的南海这边演训。我们现在也要来观察说，中方是否在暗示南海行为准则将会是南海
域内唯一的护身符，而不是美国的这一些炮舰外交。大中老师怎么看？对我补充一下啊，刚才讲这些菲律宾的这个大的商业渔船5艘，配一些小的渔船，比较老旧的、比较传统的。其实对中国大陆而言，哈，它的船假设只有这种4000吨、2000吨大的这个海巡的话，其实是不利于哈，其实非常不利于去做实际的一些，你看动作不会那么灵活，所以大部分我想可能大概是监控的角色比较多。如果你真的要做比较灵活的一些运用的话，你可能需要比较小的船舰是比较刚刚好。所以这也反映出我觉得在这一次里面，就像刚才Russ 所讲的，我觉得应该是目前来说是双方都比较克制，但是这一次，那未来怎么样，我觉得有变数。但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哈，假设这次事件里面双方就都有过激的行为，然后导致有人命的伤亡，那就算最后有录影，但是一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这个会演变成中非的外交，一定是外交的冲突。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想要避免这样的状况。那刚才主持人特别讲到说，那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南海行为准则。对，老实说，在过去的一大段时间里面是非常牛步化的，因为最早其实南海行为宣言、各方行为宣言是在22年前，2002年，但是我们也知道那是一个妥协的结果，本来应该是做的是就是要做行为准则。那行为宣言代表说没有真正达到很密切的共识，所以它是一个不具拘束力的。但是在后来的时代里面哈，大家还是希望说能够行为准则。你看从2013年呢行为准则开始磋商，11年前，那2017年有个最基础的一个草案这个框架，那2019年哈有个单一的版本一读，7月份的时候，到去年7月份的时候是进入到2读。然后到10月、11月的时候中国大陆宣布说，应该还要跟东协进入到南海行为准则草案的3读的程序，但很多人都批评说，其实这个牛步化了，太慢了，是不是？很慢，真的是非常非常慢。因为如果我们关心国际媒体化，它会3不时有个新闻出来，第几届的高官会议有什么样的结果，但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多国家是非常悲观，比如说。以菲律宾的态度而言去年虽然中国大陆宣布说马上要开动所谓的3读程序，但菲律宾是抓着马来西亚，抓着越南说我们要先有个自己的版本因为这大的架构东协对中国是牛步化，而且是说的比唱的好听，所以我们应该自己东协内部主要的主导国或是关心这个事件的国家，先有个我们自己的版本。再去慢慢去做，所以代表说，即便是去年宣布说已经2读完成，要启动3读的程序，但后来怎么样，后续怎么样，我觉得还要打个问号。那这里面其实会谈很多东西，行为准则一般目前外界的估计是跟行为宣言有些类似之处，会谈一些大概比较少争议的，比如说海上搜救、执法、资源开发，这个大概比较少，共同打击犯罪。但是有些地方，比如说谈到岛礁的建设啦。这种议题或是一些地理范围的划分这个还是会触及到最核心的争议争端，这是一个。所以我不是很有把握说南海行为准则进入到今年会风平浪静。它3读的程序目前规划是大概要3年，顺利的话应该是要到2016年。所以你看这不是从最早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假设到2026年行为准则真的能够出炉了，20几年过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家所比较在意的地方。但是抛开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来看，我觉得主要还是区域里面的主权伸索国。那目前看其实是菲律宾。那以及中国大陆他们的这个交锋，那交锋后面还有一个所谓的中国大陆喜欢讲叫域外国家，就是美国。其实我让大家回顾一些经典片段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在2010、2011都有，在南海在这个东协区域论坛里面，当时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然后菲律宾、越南发难，因为当时越南也是跟中国大陆是在这地方吵得不可开交，就在挑战。这个主权问题，当时中国的外长是王毅，对不起，杨洁篪，杨洁篪有一个很经典的回复，就是正面直接杠上这个菲律宾跟越南，因为他认为当时越南跟菲律宾敢提这样的案子的背后是美国主导，希拉蕊这个国务卿，
所以当时中国的讲法是说哈，我从来没有去妨碍任何国家的自由航行，这是北京自己的讲法。第二个讲法是说哈，美国不是主权伸索国，意思是这不关你的事。对。但我们怎么，但一般人都知道，中国大陆也没心里想，怎么可能不关美国的事？因为美国是2战之后结束之后的世界第1级的强权领导国家，而且它是海权国家，它就算不是有主权伸索，它在这里面的行动这么久，它一定有它的政策主张。当时杨洁篪讲的第3点是，我承认我们中国跟部分的东协国家有主权争端，但对不起，我们可以用各自的方法双边去解决。所以那个针锋相对，我觉得非常的经典。是。那我们也知道，美国其实到现在都是还是非常强硬的。观众朋友，这一节节目一开始，我们赶紧来关心到是南海的紧张情势。先来看到是来自于中国的环球电视网释出的影片。5月19号这一天呢，菲律宾对仁爱礁的这个军舰马德雷3号进行空投补给，结果呢，看似一个单纯的影片，结果看到什么片段呢？这当中藏着玄机，就是马德雷3号至少上面呢2名人员，他们用手还有持枪在甲板来对中国大陆的海警来比划哦。那么挑衅的意味可以说是挑衅十足哦。事实上呢，中菲紧张关系，先前菲律宾外交部才向中方抗议4个月的一个禁渔令。另外，影片这一次我们要特别来关注到的，就是因为这个影片在释出的时间点上，正逢新加坡正在举行的香格里拉会议期间，国防部长董军这一次在会议期间针对南海问题，还特别警告说啊，有个别国家在外部势力煽动下，配合部署中程导弹，破坏地区安全，终将引火烧身。大家知道，它指的就是美国陆军的提风武器首次在第1岛链亮相，造成威胁。现在南海冲突一触即发吗？今天我们一次来做关注。先来看到中国大陆在南海对菲律宾施加压力，但菲律宾官方我们可以看到几乎的反应就是视而不见。中方会在相会期间选择克制，还是会酝酿更大的反击？委员怎么看？目前既不会有什么反击的行动，但是也未必是视而不见，因为双方面都还在观察事态的发展。就这个菲律宾来讲啊，他有需要把事态扩大，可是事态扩大，他又不想要失控，造成一个失败者的印象。这对于小马可仕总统啊，规划他要修宪竞选连任是没有好处的。中国当然也深知道这是一场政治秀延伸出来的一个海上的斗争，因为如果不朝着海上斗争，让小马可仕有挑战中国的这种伟大的形象，他没有办法塑造他在菲律宾的民族英雄的气势，同时也得不到美国强力的支持。那在这一环操作之下，虽然不符合菲律宾的国家利益，但是100%符合小马可仕个人的政治利益。所以他也知道说如何去利用这个政治利益，一下子不可能把他的筹码都用光，所以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这一场戏慢慢演到了，直到他修宪成功，而且竞选连任成功，这个戏才会终止哈。那对中国来讲啦，他也知道说，目前在2个比较热点地区，一个在仁爱礁，一个在黄岩岛。它是属于内外线交错的一种斗争的形态。什么叫内外线交错呢？在黄岩岛是属于这个内线作战。菲律宾要攻进去黄岩岛，是用渔民啦，还是用这个部队啦，还是用老百姓啦？换句话说，他们要形成说我是主权宣示的活动，所以由外而内。然后解放军或者是海警，他当然要固守了这个所谓的那个入口处，不让他们进去。对啊，然后菲律宾想说我要捕鱼，我要到黄岩岛里面去捕鱼，那你捕鱼在外面的话，并不影响你海警船，中国也不会去干涉你。但是如果你硬要进入这个所谓的西湖，或者我们称作这个所谓的岛礁的里面的海域空间的话，它是不让你进去，因为进去就相当于中国就放弃了黄岩岛的主权。OK， 啊，有这种象征性。可是，在仁爱礁刚好颠倒，因为菲律宾20几年前就已经把马德雷3号这个破船给拉上了这个所谓的岛礁上面去了，那就变成说中国是外线作战哦，然后要面对里面的马德雷3号，又要面对补给船的压力。所以对中国来讲，在这个仁爱礁，当然他尽量克制自己，即使马德雷3号有人用枪指的这个大陆的海警船，大陆海警船不是没有枪哦，
大陆海警船的枪跟炮更好啊。所以在这种状况，它是尽量克制，以不发生武力冲突为原则。但至于其他非武力的方式啊，不管是用拦索啦，或者是用这个水炮啦，或用其他的干扰的方式哈，那中国希望在宣传战取得优势，那让全世界知道说我并不是以大欺小或者以强欺弱，所以才会不断的拍摄制作各种影片，找菲律宾的漏洞，然后在全世界的媒体上播放出来。所以在这个香格里拉这个论坛期间啊，那个中国的媒体跟全世界都宣布了，你看哦，他现在拿着枪比着我的哦，可不是我拿枪比他的哦。到时候如果有发生冲突，谁惹谁，责任在菲律宾那一边。是，现在就塑造一个所有的责任都在菲律宾那一边这样的一个国际外交攻势。岛是不急着说要去确定这个岛完全由中国占领还是由菲律宾占领。那菲律宾也一样，他现在只要说我冲进去某个地方可以做主权宣示，因为马德里3号他已经立起菲律宾国旗了，所以主权宣示是胜方是在他那边。那中国是不希望这个成为事实，然后在黄岩岛刚好颠倒过来，菲律宾想进去插旗，中国不让进去插旗，那这样的一个缠斗应该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你是不是视而不见，视而见，但是行而不动啊，是一个目前的一个处境的。那小马可是一样啊，他虽然在香格里拉论坛讲大话，只要有一个人死，视同战争。视同战争你又能怎么样？这是个现实。你找美国来陆战队演习，能够怎么样？那种地方就是，如果真的要战争的话，守也不好守。那这个易攻难守的地方，不管就中国就菲律宾都是如此。是。那这个小地方要不要打那么大的战争？双方面心里面都心知肚明了。是。好，我们可以看到小马可仕的态度，现在就是温水煮青蛙，所以我们持续来关注在南海的情势之下。现在，菲律宾的背后还有一个美国在撑腰，中菲关系这么紧张，我们看到美菲最近有什么动作？这一场是陆战队的航空支援演习，从3号开始进行到21号，而且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第4场的美菲的陆战队的联合演习。这一次一共出动了3100多名人力。我们来看到美方的方面跟菲律宾的方面派出了哪些人力？美国的部分包括了美国陆战队、陆军特种部队、空军；菲律宾有陆战队，还有后备军人、空军、海岸防卫队等等。好，举行的这一次的地点是靠近台湾的菲律宾巴丹群岛、巴伊罗科斯省，还有中吕宋。我们现在来看到，跟前一次是肩并肩的联合军演相比，这次3000多人的一场演习所代表的战略意义，将军。他这个比较重在夺岛跟反夺岛，因为陆战队就是登陆跟反登陆。那这一次航空支援演习的话，美国所参演的重点就是陆战队跟美国的空军，包含美国陆军直升机的部队是这个样。然后美国的军力是2200人，但是菲律宾将近1000人，所以看起来是旅级的演习。那从4月份的雷霆对抗演习，到5月份的肩并肩的演习，到6月份的联合航空演习，那在这方面我们看是一系列，表示我们它有个战略意义在里面，就是美国要重返到蓝岛链，第一岛链的南端就是菲律宾，因为菲律宾的包括吕宋岛一直到明达纳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弧线，一向是弱点，因为美国在1990年代已经它的这些驻点都已经离开菲律宾，包含克拉克空军基地跟苏比克湾，那时候也因为火山爆发，还有菲律宾的国会反对。是这个样子，那就离开了。那现在的话，美国想要重返，那也借由南海事件，不管是黄岩岛也好，仁爱礁也好，或者是仙宾礁也好，从这些岛屿的争端，美国说，那我有必要按照1951年所订定的美菲共同协防条约，有必要来这边履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2024年一系列的演习就开始，这一次是第4场，联合航空也是第4场。那第1场是登岛反夺岛，那登岛反夺岛是在哪里？很简单，就拿我刚刚讲那3个岛，不止这是3个岛的，目前是比较冒出这个角，你还包含中业岛，也包含了我们讲铁线礁、九章群岛。如果掺进去，那就很广泛，就是岛屿这个主权的争端了嘛。那这样的话，换句话说，那借由演习，那美国以后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要常驻呢？我们知道，从2023年开始，美国从5个的军事的驻地变成9个，5+4嘛，增加4个嘛，那就变成9个。那美国这样子，这个驻地增加了，美国的兵力是不是进驻也增加了？慢慢就强化在第一岛链的蓝链的这个区块的那个美国的驻军就强化了。强化的话，蓝链是对的是，我们来这样讲，应该是对的蓝海。那第一岛链的北端包含这个
美国驻日本跟美国驻韩国，那对的是东海跟黄海。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北链跟南链之间，马上就形成一个弧线，是这样。那我们看他这次演习重点是在哪里？巴丹岛。巴丹岛我以前当飞行员的时候啊，我看过巴丹岛，因为我们经常啊东南海域征询就是往巴丹岛去。看到巴丹岛的时候，我们就准备要回头了，因为巴丹岛那是菲律宾的，我们叫做马尼拉的飞航情报区，那也是我们台湾防空设备区的南端。我们就要回来，我看那巴丹岛好几个，它不是一个，它有一个岛最大，就叫巴丹岛，旁边很多小岛。那自重点那个地方为什么放在那边呢？因为那个地方2控巴士海峡。换句话，这是南岛链的北端。我们可以看美国在这个战略布局上面，它有它的一个地缘战略的考量。为什么选最北点？那个地方距离南屿最近，因为巴丹岛的最小北边的小岛，距离我们南屿99公里，最近99公里很近了啦，不到100公里。所以你看那个地方是不是刚好一个2？我们讲到的就是一个，就我们讲的这个犄角，犄角就是说战略要形成犄角，相互掩护，那变成一个犄角，战略的前沿在前面，是这个样。所以美国选那个地方是有它的一个战略含义。为什么？因为它突出出去，突出在巴士海峡是中共的航空兵还有海上，尤其是另外的我们讲的航空母舰，经常就从巴士海峡出去，尤其是南海舰队。那你觉得要确定岛链是到哪里？所有南海舰队都是出巴士海峡。出第一岛链，那东海舰队跟我们讲的北海舰队是出宫古海峡，那这个地方是不是重要？因为3大舰队里面，南海舰队的战力最强大，那它出巴士海峡，就放在巴丹岛，放在那个地方。而且我们知道巴丹岛现在美国又在那边盖了就对空跟对海搜索雷达，对，那就把整个巴士海峡都看到了，因为来往的海情跟空情，它都可以充分的掌握，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这方面的战略布局是强化南岛链。强化南岛链，北岛链已经在日本跟韩国这一方面已经这个我们讲到它经营很久了，所以这方面是扎实的。现在强化南岛，而且配合的最重要的跟中共敢这边拍桌子的小马可斯。对，因为我们杜特地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啊。以前的罗姆斯当总统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都没有的啦，都不是这样子。但是换了一个人，换了小马可斯不一样了。他主张的硬，主张的强。那美国一看难得啦，以前杜特地老是跟我唱反调。要卖武器给他们，杜特地说不要。好的，现在好不容易找到小马可斯了，那这样呢刚好一搭一唱。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有个指标，就是小马可斯到香格里拉、到新加坡、香港峰会，他就讲话。哎呦，以前的时候，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峰会的话，是菲律宾不随便讲话的。为什么？因为他考量了经济的发展跟中国大陆的贸易，他考量这一个。那现在不一样了，他全部讲是讲安全，不讲经济了。美国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打蛇随棍上。所以这边一系列的演习，现在才6月哦，才上半年还没结束哦，已经4场军演了，就可以知道它的频密度，可以看出那个积极度。好，有了小马可是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强化在南岛链，也是第一岛链这边派了重兵部署，在这边各种武器。我们持续看到针对美菲的种种动作，中国大陆的方面如何来做回应。这位是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呢，在这一次香格里拉会议当中特别来做反击。他说，美菲啊，你2个国家一直在加强国防关系，北京呢，我们的部分啊，在南海是有克制、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来看到同场的还有谁呢？中国的军事的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他也控诉说，目前中国和其他在南海有争议国，我们都可以保持和平的关系，就是和你啊菲律宾，我们就是发生了激烈冲突。他还说呢，挑起事端在菲方，幕后的操手就是美国。好，另外一头，中国大陆对南海祭出我们知道的季节性禁渔令之后，现在越南政府方面也开始做抗议中方哦，说你侵犯越南主权，并且跟自己的渔民通告说可以依法，我们就在法定的范围之内继续的来捕鱼。这样的态势之下，大家就在看说菲律宾会不会和越南强化一起扩大合作，北京如何对抗现在有美国老大哥撑腰的这些国家，是不是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中国大陆？接大使如何看？菲律宾跟越南合作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小。虽然马可斯这次在这个香格里拉会议里面的演讲里面，他也提到菲律宾，他也提到越南啊，可是他提到越南是放在非常尾端的位置，他最重视在南海合作是美国，然后他第二他分好几层，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美国、日本、菲律宾啊，第3个是美国、日本、菲律宾、澳洲，然后呢再加上印度，最后他讲另外一层有提到越南这个名字。可是你知道越南基本上它的领土主张跟菲律宾是有冲突的，就是在南海的领土主张啊，因为越南认为南沙群岛，他们叫黄沙群岛，
整个是属于越南的。那这个里面有一个岛叫中业岛，原来是我们中华民国所实际控制的，后来被菲律宾偷摸摸搞去了。因为我们那时候避台风啊，这个驻军撤离了以后啊，撤到这个太平岛以后，没多久菲律宾人上去了，那菲律宾就占到那个中业岛，中业岛就在南沙群岛。照越南人的主张，整个南沙群岛是属于这个属于越南的哈，所以越南跟菲律宾曾经有过海上的冲突，而且有死伤，这个是渔民的时候，因为你既然这个岛屿是我的渔民就可以在那边捕鱼啊，那对方认为这是我的领土的话，那就有冲突，所以越南跟菲律宾是有冲突的。那另外一方面，就这2年，越南的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哈，看起来哈，他们对于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就是在这个区域内哈，他们是不希望有域外的势力进来的。OK， 那很明的讲就是美国。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说，菲律宾基本上他也没有想要靠越南，他基本上他心里面想到就是美国。所以在这一次他的这个在香格里拉演讲，马可斯讲得很清楚啊。第一点，美国的力量继续留在亚太地区是有必要的可以发挥正面作用的。这个等于就是说，跟越南的这个立场说像美国这种域外国家应该不要到跑到我们的这个区域里面来搅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中国大陆跟越南之间在南海也有这个领土的这些争议可是这1-2年看起来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去年还看到就是说中国大陆跟越南这个海事船只联合巡弋已经照计划常常在进行了。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减低双方在渔事上面的这种还有这个民事航运上面的纠纷了。所以我觉得菲律宾第一个，他想要他自己本身联合越南的意愿不高。那另外一方越南，我觉得大概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大概也不会在这个情况上在这个时节上跟菲律宾走在一起。节目一开始，我们赶紧来关心在南海上面的情势持续的升温。先前可以看到菲律宾在这边小打小闹现在来看到有一个什么样最新的进度？来看到的是，就是菲律宾的5艘大型的商业渔船和数十艘小船，这个人数的上面，我们也带你来看到，大约是200多名的志愿者。据说呢，还有这个100多名的渔民组成一个船队。15日这一天，他们前往中非现在存在主权争议的，就是这里了，黄岩岛来进行抗议。他们怎么做呢？挥舞这些小小的菲律宾国旗，在这边高喊说：“菲律宾是我们的。”好，这当中比较特别的是，这是人数参与的，除了说看到这个牧师还有记者，还有这个渔民在逼近吕宋岛以西45的海里处的时候，立刻就会碰上了海警的第1道警戒线，出现中国海警。我们可以看到船舰的部分有3502舰。5305还有3305，清一色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一些4000吨级以上的钢制海警船。相较之下，我们来看到菲国的部分，就是这些比较小型的10吨级，只是用木头来造成的渔船。而这些菲律宾的渔民渔船，我们看到他们在这个区域扔下了一个浮标之后，就赶快的返航了。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大背景下。菲国他很懂得利用海上民兵，那为何要就近这一次选择了这个黄岩岛这个地方？为什么不直接去近期吵得不可开交的？我们包括了这个仙宾岛、仁爱礁等等。老师怎么看？对，我觉得还是一个这个浩浩荡荡看起来，但是应该是象征意义还是强过于它的实质意义因为这次的船队是有几艘大的这个商业的渔船，带5艘，但是它有90艘带是一种比较小型的一个渔船。中国大陆它这个海警是严阵以待但是它海警的船带2000吨、4000吨都有。大家如果注意看的话，4000吨的船大概相当于正式海军那种一般的，比如说我们叫巡防舰，对，或是中国大陆讲叫做护卫舰这样的吨位了。那它是一个很大型的船只所以基本上看起来。菲律宾想要塑造的一个形象这是民间发起的，应该是大欺小，强凌弱，所以我觉得双方大概都有这样相互的一个认知那中国大陆应该是，所以这次看起来它是避免使用高压水炮，因为老实说，如果
对比较小的这个渔船啊，这个高压水炮有可能会让对方翻覆。那假设会有人命的损伤的话，那代表说情势会进一步的升级。那可能就会有这个民族主义上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北京在处理这个事件里面，他有他的一个考量或拿捏，就是说他做了他该做的动作。但是基本上他不希望让这个事情无端的声波，或者上升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些渔民，菲律宾的渔民，大小的船只，浩浩荡荡的船队，它其实后面外围也有菲律宾的海巡在了。这是一种，前面是渔船那海军在后面。那一般国家可能如果真正要有对峙的话，海军会在最后方。因为如果是海军对上海军，那就是事情就会比较严重，因为就是主权的象征。因为军事力量的一个直接的使用，我想目前为止这双方还是有点斗而不破。但看起来菲律宾也达到他所要达到的效果，他也会拍了很多的影片，也会做了很多的一些事后的一些处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大的背景还是因为马可仕总统上任之后，他所采取的政策，否则的话，在杜特地执政的时期，其实你说菲律宾跟北京有没有吵架？有，但是不至于到如此。但小马可仕上任之后，他基本上他的立场踩得比较像美国跟美国基本上是紧密的靠在一起。包括上个月的这个小马可仕去一趟这个华府有所谓的美菲峰会美日峰会，其实里面谈到很多都是海军的合作，包括三方的合作跟三方的一个训练，所以这个是个大的背景。那基本上还不止如此，因为小马可仕他的做法，我们看到包括他开放更多的军事基地，让美国来使用。对这个也是一个，所以很明显在光谱上，小马可仕比他上任刚开始的时候更义无反顾。因为他也去了北京，大家不要忘记。当然，他当时去北京见习近平的时候，他特别说我会跟中方去谈这个南海主权争议的问题。那但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上任后到现在，基本上在整个美中的光谱上，我一直在形容说，假设是0到10， 0代表北京，10代表华府，我觉得他大概占到7或8或是9，非常偏美，甚至是比过去我们应该有印象，艾奎诺三世艾奎诺三世基本上他当时的执政也是非常亲美国的，所以才会有之后有所谓的，包括2016年打南海仲裁庭的结果出来，2013年开始发动。但艾奎诺三世跟小马可仕相提并论的话，我觉得其实小马可仕的政治的立场他踩的其实不输艾奎诺三世所以这个是个大的背景。你说类似的一些海上的争议会不会停止呢？我觉得就是不会，因为都是如此。老师刚刚有特别提到说，这个双方的关系是斗而不破嘛？那这样子，现在这个军演结束了，你看这些大型船舰都开出去了，菲律宾自己在这边的渔船可以在南海自保吗？还是他知道说中国就是会踩住这个底线，不会太做的太多？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双方都还有一定程度的克制啦，就是菲律宾渔民他可能他想要去的地方，他要去做的作业，可能还是会去做不管是在黄岩岛。或是这些周遭海域插着一些所谓的渔场，他还是会去做。但是重点就是后面菲律宾有没有一个比较实质的他派遣他所谓的海巡来展现他所谓的这个维护了他们所认知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执法或是海上主权的争端。那也取决于未来中国大陆会如何去做因为我觉得北京目前是姿态就摆得蛮严实的但是在细腻的处理上，我觉得他会知道如果有人伤亡的话，那后续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那还有一个比较不利的地方，我觉得是舆论战、法律战因为打外交战，其实双方不就在打这3个吗？对，舆论战、法律战、外交战。那对外交战而言，美菲是在一起的。那舆论战的话，我觉得但各自国家有各自内部的舆论。但是以比较传统的主流媒体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到目前并没有占到上风。因为毕竟这跟全球的舆论市场还是有关系比如说大部分流通比较多的可能还是西方的媒体。那法律战的话，其实打得非常久，其实应该是从2013年开始就是如此那以美国来说的话，我觉得从奥巴马任内的第2任期，在2013年、2014年之后，南海的局势就比较紧张。那到现在其实刚好10年。那美国的政府也是从奥巴马到川普到拜登。
那奥巴马任期的时候，我觉得他法律战他做的还蛮，就是做的是蛮有一个他的逻辑啦，不是很刻意去达成这样的目标。所以2016年7月12号的这个南海仲裁庭的结果，基本上对美国来说是有利的，那对菲律宾来说也是如此。那进入到川普任内的时候，他大概我觉得他有做，但是他回顾一下川普任内，美国跟这个中国大陆跟美国的盟友在跟中国大陆在南海议题上，我觉得没有像这几年这么的白热化，这么的剑拔弩张啊，所以基本上美国的外交的做法，我觉得美国在这块领域的做法，它大概有几个。第一个，他会寻求法律，虽然美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签署国，但他常常会用法律战去挑战了，或是批判中国大陆的一些行为，就不符合这个国际海洋法公约。那第二个，我觉得美国比较它的长项就是会去联合美国的盟友跟伙伴，这一点我觉得是有效的，部分是有效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也会去做实际，就是刚讲法律、舆论、外交之外，还有实际的作为，就是自由航行权。在奥巴马执政第2任期，因为美国国会的要求，所以他当时讲是至少每季要1次，每一个季1年有4季，对不对？一个季3个月，就每一季至少1次自由航行啊。那川普任内，2017年1月20号就任之后，他基本上也采取这样的频率。但是我觉得到拜登执政时期的话，他的频率可能会更高。是。而且主要是拜登的做法是比较，以美国利益来讲是比较，可能是比较更加的灵活跟聪明。是。他打双边。美国、菲律宾、美国、日本、美国、韩国，对，还有传统的大的多边，但他现在做最多，我们叫做说小多边，美日菲、美日韩，QAD 或是 AUKUS Plus，这些都是他灵活的运用。那目前北京的反制的方法，当然就是他也在做南海行为准则，是一个宣布说从去年10月、11月宣布启动所谓的3读的程序。那另外一个，其实北京也有它的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它的朋友圈，那它还有在这个地区里面的经济跟贸易的影响力，所以说目前为止，我觉得说分庭抗礼，势均力敌，所以我们还得慢慢看下去。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